女孩向父亲讨要一个男人，作为18岁的生日礼物。父亲听后当场坐不住了，但他在意的不是女儿想要男人，而是那个男人的身份。家族专门培养出来的杀人兵器勒迪安。原来女孩穿进了一本老套的浪漫爱情小说，成为了费利希特家族的恶女西安妮。原作中的勒迪安日后会逆袭成帝国的皇太子，并向长期虐待自己的西安妮发起了报复。为了能够苟到最后，西安妮决定改写小说结局，驯服帅气又强大的勒迪安成为他的主人。在穿书前，曾有一个天使警告过他，如果附身的对象死亡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，因此天使顺带给他了一些特殊的能力。然而不管他怎么坚持，父亲都没有给他确切的答复。隔天他百无聊赖地在房间里等待着生日礼物，房门却砰的一下突然打开。西安妮看到来人，脸色瞬间冷了下来。对方是费利希特公爵的养子艾瑞克，换句话说就是和西安妮毫无血缘关系的弟弟。一进门，艾瑞克就自作主张地命令佣人离开，随即质问西安妮要那样的生日礼物究竟是什么意思。看西安妮一副左耳进右耳出的模样，艾瑞克越看越觉得烦躁，一把将西安妮推倒在椅子上。原本以为你这段时间有了些改变，没想到竟然是这么浅薄的，想要找那种人陪你玩乐。西安妮听后不禁觉得好笑，像没学过礼仪的无赖一样，不敲门就闯进来，不知天高地厚就教训我的你才更加浅薄吧。如果听懂的话就赶紧给我让开。艾瑞克被对得哑口无言，从他难以置信的眼神中，西安妮看到了来自原主的记忆。某天父亲带来了2个孩子，因为是并肩作战战友的孩子，他没办法坐视不管，却没想到收养的是绿茶和绿箭。第一天到家，露娜就用甜言蜜语赢得了所有人的喜爱，父亲当众宣布要把他们视若己出的抚养。年幼的西安妮冷冷地看着一切，父亲从没有这样拥抱过自己，却对如同乞丐一样的他们这么温柔。难道就因为她是杀死妈妈的魔女，所有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讨厌她吗？这个时候绿箭又凑了上来，姐姐是故意摆出这种表情的吗？看起来真晦气。他们这种没教养认不清身份的态度，让西安妮经过10几年的相处都无法接受。这时门外又传来了露娜的声音，她的佣人们毫不忌讳地劝她不用再看西安妮的脸色，比起西安妮，露娜小姐才更加适合大宫妃的位置。对此露娜表示自己不想看到姐姐伤心。西安妮觉得这种伎俩幼稚又可笑，故意跑到她的房门前说这种话，怎料艾瑞克却先一步指责起了她，下人口中会说出这种话是你的错，别想着拿露娜出气。西安妮不知道这绿箭在说什么，简直是不可理喻，有时间在这里教训我，不如去管管你的妹妹。既然你和露娜名义上都是费利希特家族的人，那么调教好下人也是你们的义务。虽然你们没有跟我一样真正继承费利希特的血脉。说罢，他轻轻勾起嘴角，这样的说辞应该可以稳稳立住原主的恶女人设了吧。随后他命令艾瑞克带他前往关押勒迪安的地下城。你可别后悔，就算待会你受到危险，我也不会帮你的。艾瑞克一边警告，一边打开了前往地下城的传送魔法。西安妮这个时候才知道，原来艾瑞克手上的那把钥匙就是出入地下城的媒介。到了地下城后，一名守卫上前汇报，他已经按要求集合了所有人员，说着还用眼神警告西安妮，这里只有艾瑞克少爷和公爵阁下可以出入。西安妮顿时有些恼火，艾瑞克解释道，公爵赐给宫女这里的一个怪物作为礼物。周围人这才知道西安妮的身份。紧接着艾瑞克贴到西安妮耳边，公爵赐给宫女这里的一个怪物作为礼物。西安妮厌烦地把他推开，故意集结了这么多人，无非就是阻挠他找到勒迪安，真是低级的手段。这时西安妮回想起了原作中勒迪安的位置，她加快脚步往那个方向跑去，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面墙壁。西安妮摸索一通后发现，墙壁的重量和其他地方的不一样，因为天使给予过她各种各样的能力。西安妮二话不说，一拳就打在了墙壁上。果不其然，墙壁后赫然就是睡着了的勒迪安。西安妮眼神往边上一瞟，食物上飘散着细小的粉末，原来这些人为了不让他找到勒迪安，还给他喂了药。这时候艾瑞克追了上来，质问西安妮做这些是不是在觊觎继承人的位置，还是想要找个长相好看的人玩一玩。西安妮被这讨人厌的家伙烦得有些受不了，他一把薅住艾瑞克的衣领，把你这张恶心人的臭嘴闭上。艾瑞克想要挣开西安妮的手，却发现对方的力气大到自己怎么都无法撼动。西安妮一记高跟鞋踢在他的膝盖上，如果再继续发疯一样的乱叫，我就拔掉你的舌头。说完他扭头看向勒迪安，估摸着药效差不多结束，随时可能醒来。西安妮忍不住上前拍了拍他的脸，一副还是孩子的模样，应该是喜欢吃糖的年纪。于是西安妮递上一颗糖，你要是不忘记我，下次来我就给你2颗。艾瑞克被西安妮诡异的举动吓得不轻，上前劝他还是跟以前一样正常一点。那双咸猪手又触碰到西安妮的肩膀，他不耐烦地打掉，我看你好像一直有严重的错觉，我做什么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真的这么没有自知之明的，把我当做你亲姐姐了吗？地上的勒迪安被2人的说话声吵醒，看到手心有一颗糖，吧唧一下塞进嘴里，本想告诉西安妮太甜了自己不爱吃，却发现对方竟拽着别人一顿拳打脚踢，吓得他又赶紧闭上眼睛装睡，因为把艾瑞克胖揍了一顿。隔天西安妮想着他应该不会再带自己进地下城了，于是他就把主意放到了公爵身上。他的父亲费利希特公爵在战争方面很有才能，但对于家族政治和资金周转却像个门外汉。而西安妮身为传书者，拥有把每项事业都赚得盆满钵满的自信，因此他觉得自己只要随便赚个小目标，讨父亲欢心就能得到地下城的钥匙。这个时候带女兴奋地推门进来，小姐亚瑟公子给你发了邀请函。听到这个名字，西安妮让侍女把它拿去丢掉，比起这种无关轻重的人，我更想和家人们一起吃晚饭。此时公爵正和绿茶绿箭们一起用餐，原本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却被突然到来的西安妮打断。西安妮身着一袭白色长裙，那是公爵曾经送给爱妻的礼物。西安妮娇柔动人的脸蛋
和死去的妻子如出一辙。可父亲却当场气得面色铁青：“你不是平时对这条裙子一直都不屑一顾的吗？”面对生气的父亲，谢安妮笑着表示自己的生日就要到了。她知道说这样的话公爵一定会生气，因为她的生日就是公爵夫人的忌日。看到公爵气得咬牙切齿，谢安妮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，接下来就是看绿茶和绿箭互相表演。露娜见状立马起身假惺惺的劝架：“一年只有一次生日，姐姐想要祝福也是理所应当的。”艾瑞克听后默契的接上：“露娜，你不要插手，为了一个荒谬的生日礼物，姐姐已经闹够了。”谢安妮觉得可笑极了，自己不过是说2句话就叫闹了吗？想必一直以来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堵谢安妮的嘴巴，但如今的她可一点都不会任由他们摆布。父亲，我不是傻子，家里人都认为我害死了妈妈，在背后叫我魔女，但我相信父亲会亲口告诉我真相，因为我的生日和妈妈的忌日一样，所以这次生日我想用这种方式纪念妈妈。恍惚间，谢安妮的身形和公爵夫人重合在了一起。公爵回想起妻子曾经的话：“你是个好丈夫，将来也一定要成为我们孩子的好爸爸。”谢安妮，我一直都愿意相信你。公爵激动之下脱口而出，谢安妮却说自己已经不在乎了，因为她想要的东西父亲给予不了。说罢，他在露娜身边落座。公爵当然知道谢安妮想要的东西是什么，可他心里又十分为难。于是吃饭的途中，公爵便有意无意地看着谢安妮，关心这饭菜合不合他的胃口。在场的几人顿时一惊。谢安妮刚要回话，艾瑞克却立马打断，询问公爵有关珠宝店的投资有没有决定。这话题就连露娜都能参与进去，可谢安妮却毫不知情。看着绿茶绿箭一唱一和，谢安妮简直受够了。虽然他们努力可嘉，但毕竟他是手握剧本的人。就在公爵准备听从他们的建议时，谢安妮提出了反对，因为目前的选址已经被其他人看中了，皇室将在那片区域建造新的神殿。艾瑞克下意识反驳这是谣言。谢安妮本就知道无法说服这些杠精，所以她想要代替父亲投资。母亲去世时的财产还在我的账户里，以我的名义投资，就算失败了，父亲也不会有任何损失。公爵没有拒绝，身为费利希特的人就应该有这样的决断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对女儿有亏欠。公爵还问了谢安妮有什么想要的东西。谢安妮稍微思考了一会，指向对面的艾瑞克：“我想要他身上的钥匙。”为了活命，他决定驯养日后会杀死自己的恶魔，但首要的事情是要先获得父亲的认可。因为出生时母亲难产去世，年幼的谢安妮就遭受了父亲的冷落，哪怕背地里被人说是弑母的魔女，父亲也无动于衷，甚至还将全部的爱意倾注到了2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子上。这逆天的操作使得2人对谢安妮毫无尊敬可言。但如今的谢安妮是穿书而来，她第一天就将弟弟艾瑞克打得鼻青脸肿，命令他要谨记自己才是费利希特家族的嫡系。接着更是穿着父亲送给母亲的裙子庆祝自己的生日。要知道谢安妮的生日也就是母亲的忌日，此举毫无疑问狠狠地打了公爵父亲的脸，但谢安妮却毫不在意，她不卑不亢地暗嘲公爵这10几年间丝毫没有尽到父亲的义务。谢安妮娇润的脸蛋与死去的母亲如出一辙，公爵这才意识到自己对女儿的亏欠。为了弥补女儿，他同意了谢安妮代替自己投资的要求，同时还给予了她关押勒迪安的钥匙。就这样，谢安妮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地下城。可映入眼帘的却是护卫对勒迪安拳打脚踢的画面。他质问对方有什么权利碰他的东西，冰冷的语气下的护卫赶紧停下手里的动作：“宫女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”说话间，他已经看到谢安妮手上的钥匙，他顿感不妙。难道那个传闻是真的？宫女大人要领走勒迪安，并且成为公爵府真正的主人，到那个时候自己一定会死得很惨。他告诉谢安妮，这么做是在训练，希望能糊弄过对方。等来艾瑞克少爷的辩护，谢安妮听后当场发出一声冷笑。没等护卫继续狡辩，他一把拽住对方的衣领，而后一记膝踢狠狠踢在他的腹部，剧烈的疼痛让护卫跪在了地上。你为什么要露出一副惊慌的表情？这不就是地下城管理手下的方式吗？说着伸出手死死地抓住护卫的脸，那巨大的力量让他感觉下巴都要掉了。如果你是个聪明人，就记住，我才是费利希特家族唯一的嫡女。说完，谢安妮终于放过了护卫。等护卫走后，谢安妮一改刚刚的冰冷，满脸笑意地和勒迪安打起了招呼，还给了他2颗糖。不过勒迪安并没有伸手去接，只是询问谢安妮想要自己做什么，或是让自己杀什么人。谢安妮看着少年毫无感情的眼睛，知道对方此刻需要的是什么，于是他提议勒迪安接受他做主人，这样他以后就不必再杀任何人，而且他也不会让别人欺负他。可勒迪安的话却让他有些诧异，我从来不认比我弱的人当主人，所以也不会有人能成为我的主人。该有多么自信才会觉得没人比他更强？谢安妮剥开1颗糖，亲手塞进勒迪安的嘴，堵住了他的话，动作虽然强硬，却也透着温柔。我知道勒迪安心里有很多的想法，这样也好，过段时间我就会把你救出去的。勒迪安完全搞不懂这女人在想什么，以往那些贵族想要的东西都很明显，无非是想要拥有强大力量的奴隶，或是利用自己除掉别人。可这个人眼神中却流露着他看不懂的东西，明明只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类，却自私的想要占有自己。谢安妮刚从地下城离开，侍女就着急问她要不要回复亚瑟贝尼奥的信。听到这个名字，谢安妮皱了皱眉，那是她前任未婚夫。在外人眼中，亚瑟是性格温柔的贝尼奥家族的大公子，哪怕是在路边遇到脏兮兮的小孩，他都会给予对方安慰和鼓励。可谢安妮知道这其实是个表里不一的人，她让带女不必理会那封邀请函。身为开国功臣贝尼奥家族的接班人，亚瑟此生唯一的污点就是曾经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恶女未婚妻，哪怕是那婚戒勒出的印子，亚瑟都将其视作耻辱，想要抹去。不过为了能和强大的费利希特家族联合，侍从刻意将费利希特家养女的回信放到了上面。亚瑟翻看一通后，发现里面没有谢安妮的回信。听管家说谢安妮根本没写，亚瑟有些不敢相信，
要知道过去他还多次收到了对方的复婚请求，怎么可能会不回复邀请函？虽然西安妮对他来说就是令人厌恶的泥潭，可这样的人不把他放在眼里，他还是觉得非常不爽。另一边侍卫向艾瑞克打起了小报告，西安妮仅凭一人之力就控制住了勒迪安，听此艾瑞克感到难以置信。要知道平时没有药物控制，他根本不敢靠近勒迪安，可西安妮却完全将其制服了。护卫不得不怀疑宫女大人觉醒了能力，毕竟那天西安妮刻意提到了她才是唯一的嫡女。曾经神女将恶魔封印并创建了帝国，追随她的3个精灵师分别对应了3大功臣家族，代表金剑的里克森皇家，代表盾牌的贝尼奥大公家，以及代表利剑的费利希特公爵家。但如今就连皇家都失去了精灵的能力，更何况是西安妮。想到这里，艾瑞克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要是西安妮真有这样的本事，当初公爵又何必收养她和露娜？如果非要说西安妮有什么特别的能力，那就是她身上有股阴暗的美丽。西安妮拒绝了贝奥尼的邀请，小女仆有点担忧。行了，别操心了，把吩咐给你的事做好。他们正在熬制一罐糖，是西安妮之前给勒迪安带去的糖果，里面掺有解毒剂。在前几次穿越时，他有一世曾是药剂师，男主命令他杀掉小皇子，但在他附身后，看到皇子笑着说自己很怕苦，又主动乖乖地吃下药时，他忽然意识到，男孩也许是知道他下毒的，就像是心甘情愿被他毒死一样，所以他后来把毒药做成了糖果和巧克力。不过皇子还没死，他就被男主杀了。看着和男孩有些相似的小女仆，我也给你做一份吧。黛西呆若木鸡，不是糖，是这个，对手有保护作用。当小女仆一脸幸福地感谢他时，异样的情绪又出现了。那个不知道结局如何的小皇子，真像个傻瓜一样，都不知道他给的是不是毒药，怎么能毫不怀疑地欣然接受呢？父亲因征战一身旧伤，女儿知晓却毫无感觉，他宁愿把做的药送给女仆，也不想拿来讨好她。只因他从出生起就被父亲所无视，公爵府的权力甚至掌控在一个养子手中，任他肆意妄为。当他再度来到地下城时，没有见到上次被他教训的约翰，看来是怕他惩罚逃了。那就由你们转告他吧，我来看望勒迪安了。刚转身，就听骑士在后面窃窃私语。现在不是很危险吗？宫女进去出事怎么办？就算死了又怎么样？反正没人会怪我们，要怪就怪里面那个怪物吧。勒迪安还未醒来，伤口也没完全恢复。他开始给他涂药，你应该也受够了吧？被困在狭小的房间，连太阳升起都不知道，每天重复着毫无意义的事情，浪费时间。说起来，我们好像也没什么两样。他因为重生太多次，连本身的记忆都开始模糊了。他们就像是被套上枷锁的野兽。你上次问过我想要什么？我只想活下去罢了。按原著的剧情，勒迪安不久后会脱离地下城，他想逃离这个世界回到现实，只能帮助身为男主的他。安妮并不知道，勒迪安一直是醒着的。见他完好无损的离开，因为好奇而接近他的骑士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，被他抱起瞬间按在了地上。鬼鬼祟祟的老鼠进来干什么？一名骑士颤抖地喊着求饶。正当他想杀掉这2人时，想起了女孩刚才说的话，他收起杀心说道：滚出这里，趁我想杀掉你们之前。奇妙的是，每次想起他，暴躁的情绪就会得到平息。而公爵此刻心情可不大好，辅佐官向他伸出白嫩的小手，炫耀说宫女分了女仆们药膏。他好奇要了一点使用，涂上后竟然连一些旧伤疤都好了。看到公爵眼神飘忽，他邪魅一笑，天哪，阁下您没有从小姐那里收到吗？他忍住愤怒说没收到。对面的人更乐了，可能因为阁下您有魔石才没给您吧？你差不多就行了，那孩子应该不知道我被魔石带来的后遗症所影响，所以大家才说养孩子没用嘛。辅佐官收起笑意，说实话，阁下，宫女从小差不多是一个人长大的，阁下常年征战几年才回来一次，夫人死后领地甚至传出了公爵城被诅咒的传闻，在那样的地方，小姐一直都是孤身一人，等您完全回来时，还带着艾瑞克少爷和露娜小姐。你的意思是我没收到是活该吗？其实我不知小姐做错了什么，要被大家嘲笑成费利希特的红魔女，被她打败的男人单膝跪地，以亡国之礼献上誓约。安妮本想了解诺尔玛的训练，却不想让他发现新的宝石。公爵家在训练诺尔玛时，会给他们带上约束器，如果有人反抗或闯祸，就会被勒紧脖子。他从训练官得知，公爵并不知道此事，完全是艾瑞克听约翰的建议后私自实行的。因为约束器让诺尔玛无法反抗，一些训练官更是变本加厉欺辱他们。很快到了最后一人，他是德西里奥王室的私生子瓦伦丁。安妮想起书中勒迪安成为皇太子时，德西里奥也有一位杀死父亲后登基的年轻国王。训练官像是打了鸡血，大喊道：拿起剑啊，今天我要改掉你那臭毛病。说完就刺了过去，他一个侧身躲开，说什么呢？总要有让我拔剑的价值啊。他轻松躲开了全部攻击，一抬脚就把人踹飞出去，对方倒地大骂，被瓦伦丁嘲笑，就这还训练官真不自量力。他踩在他的头上来回碾压，有人惊呼宫女来了。训练官追上前提醒他小心，这人和勒迪安一样危险，可他静静只走了过去。不仅如此，还捡起掉在地上的剑，转身就向瓦伦丁劈了过去。这次对方终于拔出剑，天赋与力量的差距并不是能靠训练弥补的，但也有取胜方法，就是抓住弱点，而后进行猛攻。从刚才的战斗开始，瓦伦丁就在刻意保护右肩，如果不是他有一式精通剑术，根本看不出来这细微的差别。男人手中的剑被他打飞。你叫瓦伦丁吗？你的肩膀承受不了这种训练对吧？我会给你安排能让你发挥能力的事情。不，本次游戏无效。注意力在瓦伦丁身上的安妮并未发现勒迪安的出现。你不是在看清我的弱点后才攻击的吗？相反，我却没有你的任何信息。最重要的是，挥几下剑就气喘吁吁的女士，好像没有命令我的权利吧？请不要用这种犯规的方式来玷污规则。
他不识好歹又嚣张的样子惹怒了安妮。这话从你口中说出真可笑。殴打训练官把对练搞得一团糟，这就是你口中的规则吗？你怎么不等上战场，被人砍掉了脑袋再这么说？在德西里奥王国失败者对胜者该有什么礼仪？回国见到父亲前可不能忘了礼法呀！好好想想谁才能把你送回王国。现在力量薄弱的你又该效忠于谁？勒迪安的脸色越来越黑，瓦伦丁却笑了。王国的礼法吗？他跪地吻上安妮的手背，为您献上德里西奥的祝福。虽是驯服的姿态，但他眼底有着藏不住的野心。既然您用这只手打败了我，就请用这只手来拯救我吧。他不过收服了新的骑士，就让男主猝到当场暴走。内维尔爵士本是他父亲最得力的部下，因看中勒迪安的才能，以教导他为条件加入地下城。他们本是简单的对练，勒迪安却突然开始暴走。内维尔大喊着勒迪安的名字，让他冷静，同时叫人快去拿麻醉枪。他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如恶魔般散发着不祥的气息。什么勒迪安？看来人类已经忘记了我的名字。我不是说过一定会回来吗？我要找的那个女人也终于回来了。就在他要抓爆内维尔头的前一刻，忽然有人开口：训练结束了。勒迪安。是安妮伸出了手。原著中勒迪安也曾暴走，那是仅通过眼神就能感受到的压迫感。他紧盯着勒迪安，告诉自己，即便害怕也不能表现出来，因为在退缩的瞬间就会被猛兽咬断脖子。勒迪安走近抓住他的手，接触的一瞬，他的眼神就从混沌恢复到清明。安妮眨巴着眼睛，心想他这应该是清醒了。勒迪安只觉得头痛欲裂，安妮紧张地抓住了他。你头晕吗？他反问道。看到刚才那种情况，你不害怕我吗？安妮知道不能再刺激他了。什么样子？像新生的小马驹一样摇摇晃晃吗？别装不知道，和刚才一样。可以跪着给你发誓的诺尔玛有很多，不管是对练还是忠诚的誓言，都去找别人做吧。他还以为随便轰轰就能驯服的家伙，没想到比想象中棘手。对方再次撂下狠话，别总是出现在我面前碍眼了。如果可以，当然他也想离开，可是不行，他必须在男主身边才能活到结局。你明明很在意我呀，要不然也不会一听到我的声音就清醒了。你说的没错，因为我一句话就下跪效忠的人很多，但我想要的只有那个满身血迹躺在地上的你。勒迪安语气冰冷，你想要我做什么？他手心感受到的心跳却远不及他表面上的平静。不是说过了吗？我给你自由，你把我当成主人。而此刻的皇宫，皇帝接见了贝尼奥大公父子，看到亚瑟年轻的面容，皇帝回忆起过去，他的妹妹曾与贝尼奥家族有过婚约，却爱上了魔塔主，还未婚生子。为了隐藏秘密，皇帝派的贵族们逼迫他处理掉孩子，即便他一再抗争，却因为刚登基地位不稳，最终还是没有救下妹妹的遗腹子。如果那个孩子还活着，现在应该跟他一样大了。只因收到了皇帝的亲笔信，他就再一次被家族审判。愚蠢的父亲连信都未打开，就先一步给女儿定了罪。在会见贝尼奥大公时，皇帝收到了有趣的消息，他看上的贝伦地区被费利希特家族的宫女抢先买走了大半土地，而这个名字触动了安妮的前未婚夫。看着大笑的皇帝，大公厚着脸皮上前：陛下是什么有趣的事吗？您刚提到了费利希特的宫女，我们家也和她有着很近的缘分呢，是吧，亚瑟？他没料到父亲会利用他，也只能顺着说下去。没错，虽然解除了婚约，但作为他的未婚夫，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。皇帝讽刺一笑，确实发生了有趣的事，虽然我也想告诉你们，但既然退婚就不是亲密的缘分了。如果你们关系真的很好，不妨亲自去问宫女吧。而安妮正看着魔法水晶，以约翰为首的训练官正大肆谈论他，因他接连收服勒迪安和瓦伦丁，让反对他的人感到了危机。约翰鼓动着其他两人说，公爵已经抛弃了宫女，他是杀死自己母亲的凶手，公爵怎么可能认可他？连被退婚都不敢说一句话，真是一群小丑。这几个废物他记住了。忽然他感到一阵心悸，在与这具身体融合的过程中，他断断续续接收着原身的记忆。在并不陌生的环境中，父亲极其冷血地说着他是家族耻辱。即便这样，安妮她面无表情地应声说着是，她能感受到那种惆怅又委屈的情感。隐藏在冷漠面目下的安妮，是不是也曾非常痛苦地访皇过呢？这时辅佐官到来，是公爵传唤他。小女仆激动得非要他带上药膏去送给公爵。安妮虽料到事情不简单，但未想到家臣们也在。父亲拿出一封信，这是陛下送来的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信上是皇室的印章。他刚要说什么，就有人打断，大吼着让他交代罪过。艾瑞克一副看好戏的样子，这里的人几乎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。父亲再次开口，因为陛下送的我们不能打开，你有什么要交代的？最好现在就说。还未看信的内容就已经给他定了罪。安妮反问，爸爸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吗？您是不是也认为我犯下了重大罪过？安妮坦然的眼神让公爵不由得心虚，毕竟能让陛下来信可不是一般的事。如果是平时他不会有什么感觉的，可能是刚和安妮融合了一部分记忆，导致他竟有些难过，随之而来的是愤怒。他高声说道，如果我做错了什么，我会对家族的名誉负责，交出自己的生命。公爵激动地起身吼道，安妮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他没有理会，继续着，但如若没有在场的所有家臣都要对随意侮辱我的事情担负起责任，